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欢迎收看我本期的最后纪元攻略。不出意外的话呢，这应该是我 1.0 版本最后一期的完整的攻略视频了。之后呢，直到最后纪元的下一版本，我都只会更新一些简单的打法演示了。主要原因在于本人不想再刷第4个冲腐化的小号了，而且呢，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我最近在复健暗黑4和暗黑3，之后应该也会更新他们的攻略。如果你看了这一期视频之后，还有对爆炸剑玩法的疑问，我建议你去前往采蘑菇论坛查询以下的作者的攻略。那么言归正传，接下来是神射手爆炸剑的具体玩法。正如屏幕中展示的这样，它是游戏中相当强力的玩法，在我目前体验过的所有打法中，应该是最为强力的一个。本身是能够同时兼顾对群和对单的爆发，成型之后呢，也具备相当强大的跑图能力。打法本身的操作也异常简单，只需要无脑的兜爆炸陷阱就可以自瞄清场了。缺点也有2个，一是因为爆炸剑和陷阱的机制，电脑配置差或者你刷久了就容易卡顿掉帧，不过呢，这是可以通过改变技能和配装来解决的。第二就是它作为当前最热门的玩法之一，对商人公会的玩家不是很友好。琉璃这种命运阵营的倒霉蛋，尝试这个玩法的时候，3天作废了5到6把3孔的匕首跟20多把2孔的匕首。按照本视频制作时的物价折算，可能是要2到3亿的金币的。现在长成啥样了我也不清楚。注意啊，这仅仅是2把核心匕首的合成，其他的昂贵装备我这边还没有计算。按照周5的物价来算，你搞一套跟我差不多的装备，需要有5到10亿的金币，而且合成得大成功才行。当然了，你想直接弄一个极度低配的版本的话，商人公会也是没啥压力的，毕竟这个玩法的核心匕首还是很容易出的。而且就算是没有孔，也能带你乱杀到500的腐化度。那神射手爆炸剑这个玩法强势的根源呢，在于爆破刀。这个36级就可以装备的暗金匕首本身，除了3级的技能点击和最高6点的减耗之外，它配合基底还能提供最高109点的近战点伤，以及 4% 的基础暴击率。在我们学会了游侠的好刃成双天赋之后，我们还能同时携带2把匕首获得翻倍的属性。这对爆炸剑的加成就好比是刺男肩上了天道的沙臂，斗志跟耐气便是50倍的提升了。不过这样一来，爆炸剑它就变成近战技能了，而神射手专精里大部分的加成都是针对远程技能的，所以在成型之后，我们神射手列的专精会少点甚至一点都不加，只要它的专精的爆炸剑就好了。而爆炸剑本身也是一个拥有相当多自身增伤节点的技能。我们本期介绍的主要加点方案以右侧的电弧爆破和透体电光为主。因为虽然左侧还有很多的高效增伤节点，但他们必须通过灌注释放这个加剧耗蓝的节点。在我们通过装备技能把每秒回蓝堆到20点以上之前，选择这边的节点，你根本扔不出几个陷阱就空蓝了。虽然我们的主要输出是爆炸剑，但实战中我们一般都不会手动释放它，而是会选择用爆炸陷阱来触发它。这个陷阱呢，在点出左下的各种数量节点之后，配合右上的陷阱喷洒器和全自动轰炸，可以让我们对怪物每次释放丢出10个陷阱，这10个陷阱都会释放爆炸剑。中后期呢，我们1秒能释放2到3次陷阱，就相当于1秒丢出了2到30发爆炸剑，好比是用极速子弹前的束缚来释放海斧爆破拳。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蓝耗肯定是顶不住的，所以呢，2把爆破刀加起来的减耗一定要有8点，这样的爆炸剑的基础蓝耗它就归0了。变成0之后，我们的蓝耗压力就只在陷阱了。可以通过堆积魔力恢复，配合药水还有瞬移等等手段来满足收支的平衡。而除了爆炸剑之外，爆炸陷阱还能丢毒瓶，只要技能点里你稍微动一个就行了。让我们的爆炸陷阱呢，一次也能扔5个毒瓶出去。这5个毒瓶可以继承我们的技能加点，对怪物施加致盲、虚弱、碎甲等等负面的效果。缺点就是毒瓶本身也有基础的耗蓝，想要丢的流畅无脑的话，你最好2个戒指都出阶级7的投掷物消耗减免，这样呢，瓶子的蓝耗也归0了，就可以继续想咋丢就咋丢了。和毒瓶类似的辅助技能还有4个，它们分别是瞬影、手里剑、投网和烟雾弹。我个人推荐是必带瞬影、爆炸剑和爆炸陷阱，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其他2个辅助技能。瞬影的点法有3种，一种是屏幕上这样用来位移、回蓝、回血，还有协助触发手里剑的。第2种情况呢，是不带手里剑下用来清除异常状态的。第3种就是用来斩杀敌人的了。不过因为爆炸剑的伤害非常高，所以第3种情况很少用就是了。手里剑这个技能主要是用来提供额外的护甲值，还有辅助触发感电和一些效果。后期呢，我们会带3眼戒指、赌徒谬论，前期我们也会带静电之触。
这些物品提供的效果都可以被手里剑以及前面的毒品触发。投网主要是为了左上的 10% 独立增伤以及 20% 的投掷速度提升。懒得按技能的话，你也可以用它来触发烟雾弹。而烟雾弹这个技能呢，是后期用于攻坚的，它本身有着非常不错的增伤效果，还能在释放之后为我们提供一次必定闪避的效果，打高难 BOSS 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那以上的技能组里呢，我个人目前用的最顺手的就是爆炸剑加爆炸陷阱加瞬移，然后带投网和烟雾弹2个辅助技能。就倒不是毒瓶跟手里剑不好用啊，单纯是我在玩线上模式卡了会死。而爆炸剑本身的卡顿来源，经过我个人的分析，主要是来自高频率的命中。缓解它的方法有2个，一是关闭游戏内的伤害显示，二是刷图的时候点上弹幕，让爆炸剑的瞬间爆炸来减少命中。打 BOSS 的时候你再抠掉它就好了。但如果你同时带毒瓶加手里剑的话，还是会在游玩超过2小时之后游戏掉帧严重，只能通过重启游戏甚至电脑来解决。不带的话就能多坚持2个小时了。考虑到我电脑的配置是3080 Ti 加 64G 内存，所以呢，配置更低的朋友我是不建议你同时带毒瓶跟手里剑的。当然，你要一次刷图的时间不久，或者是可以接受频繁的重启游戏的话，那就还好。考虑到这期视频之后呢，短期内不会再做详细攻略了，所以这里简单聊一下命运阵营在高阶之后要如何刷装。在命运阵营呢，我们可以通过击杀怪物来获得声望和青睐，他们和我们的杀怪经验是成正比的，所以要效率刷他们，你得去刷高腐化的巨石，其中的青睐值是可以在天文台消费用于预言的，被消费的青睐值呢会乘2转化为声望。如果你要冲10级的话，可以先攒一波大的，然后一口气靠消耗青睐接任务到10级。10级之前你接的预言奖励也会被翻倍。在10级之后，如果你要刷特定传奇的话，那么就直接挂上2个翻倍的镜片去接对应部位的任务就好了。接任务呢，最好去接那些在命运巨石里的任务。按照我200个小时的命运经验巨石的腐化度是会加成我们预言的出孔率的。我在200腐化度时完成预言给的装备里，10个可能只有5到6个带1孔，而到了500-600腐化里，就是10个里面几乎各个带孔，而且呢能有2到3个装备出2孔或者以上了。而大部分的装备是只要有2个潜能就能用了。在正常情况下，我是不会去接竞技场和剧情战役的任务的，因为这些任务刷起来费劲，而且完成了它也没有腐化值的加成。当然，你要是开荒期间啥也没有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去接对应部位的稀有或者崇高任务，一次性拿10几个底材，然后去升华。虽然升华出来的也大概率没有孔就是了。刷对应底材呢，除了预言崇高的装备之外，也可以预言稀有的装备，因为这些任务能一次性给我们数十个装备。然后通过命运加成的稀有升阶和高阶词缀率提升，也能出现很多非常好用的底材。而且因为这个底材它是从稀有晋升过来的，很多时候会出现这样子天然只有1到2条你需求词缀的好底子，这样子呢，你想要啥就往上打啥就好了。打完了如果还有潜能，那么就直接创造复制吧。接下来是具体的构筑分享，琉璃这里准备了4套针对不同情况的构筑，词缀的合成你可以参考 BD 构筑里的，也可以参考屏幕中这个表格。具体的链接呢，我会在稍后更新至评论区。由于玩法本身的开荒是刚需匕首成型的，所以推荐是其他职业刷到匕首再来玩。想研究开荒的朋友可以看看企鹅毛的这个视频了。那么第一套构筑是3套爆炸剑的构筑，主要是用于前期入门使用的。因为玩爆炸剑想要满爆，我们最廉价的方式呢，就是刷无光之庭来获取一个山头。它如果被打上了根据手持匕首来提供暴击率的话，就能一个头盔给我们提供4到500的暴击几率提升。爆炸剑它本身有一个节点是暴击脆弱，效果是挂满10层之后会给 20% 的独立爆率提升。这样一来，我们的面板暴击率只要达到 84% 左右，就能实现爆炸剑对 BOSS 的满暴击了。刷山头的时候，我们还能刷到附属的鞋子和衣服，这样子就可以用它们来撑起前期的坚韧了。而这个阶段2把爆破刀的合成词缀呢，我建议是优先闪电伤害，其次再是爆伤、近战电伤或者暴击都行。合成暴击的话，就主要是为了之后转赌徒玩法进行准备了。而这个阶段的项链建议参考屏幕中的，带一个有闪电穿透、魔力再生，同时还有一些抗性的紫色护符就好了。戒指方面呢，推荐带一个痛苦红漆，它配合腰带的破碎锁链使用，可以让我们对单体基因或者 BOSS 的近战伤害提升 20%。而且这2件物品是由时间线的小 BOSS 产出的，基本上是人人都有的。另外一个戒指可以选择3眼或者是静电之处，前者可以暴击回复复盾，而且在后续配装中也有用。后者呢，前期提供的盾会更多，但对我们的输出帮助是不大的。手套呢，我建议你带70时间线产出的冻伤镣铐，
没有任何合成时坠也可以啊，主要就是为了让它提供护盾维持，这样配合我们刷到的拉贡的回盾祝福，在前期就能有个2000左右的战斗护盾了，配合山套的血量保证，前期也能刷得比较舒服。副手这里默认是乌塞努伊球，它可以提供魔力、抗性还有增伤，特效出的水球呢提供的增伤是可以叠加的，按照9个来算能够提供270的闪电增伤。技能方面我选择是爆炸陷阱、爆炸剑、瞬影、手里剑跟神网，刷图呢就是瞬影丢陷阱就好了，如果你要手感可以每隔6秒丢一个神网来提速。这套玩法主要还是刷70级的时间线，目标是其中的大师血衣服还有巫妖掉落的回光返照鞋子，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给手套打上一个根据流失生命提供护盾的实验室词条，然后再刷个西弗塔项链以及弄一个多孔的拾荒者腰带，我们就可以转型成中期的滴血玩法了。那这套玩法和基础的3套相比，就是换了衣服、腰带和项链、鞋子，大师血衣服、鞋子和手套都有流失转护盾的词缀。这个基础上，我们多堆血量就能让自己的每秒回盾变得很高很高了。而滴血3件套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血量压低，这时候就能效率触发瞬影的回蓝效果了。而瞬影它除了残血回蓝翻3倍之外，还有残血时自动喝药的效果。我们可以带一个有喝药时减少穿梭技能冷却的腰带，就能在瞬影的时候自动喝药来刷这个瞬影的冷却了。这个喝药的回血会被西弗塔转成护盾，还能触发大师血的攻速和移速效果，保证我们一直处于残血的状态来触发效果。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就是给拾荒者腰带合成这个词缀，因为它自带了一个超高的药水掉率，这样子呢，我们瞬影杀怪之后就不愁地上没药捡了。当然，换上这几件装备之后，我们的基础护甲就会变得很低了，所以我这里选择不带手里剑，换上烟雾弹。烟雾弹可以由头网在打 BOSS 的时候触发，你也可以把它放到技能栏直接用，记得给上点上这一个穿梭技能点，这样子呢，烟雾弹也能享受药水的减 CD 效果了。配合腰带，可以在打 BOSS 的时候享受2到3次的必定闪避。上面这套玩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努力刷一刷装备，给匕首打一个近战暴击提升，然后再去刷魂火堡垒，弄一个灵魂赌徒谬论配合2个3眼戒指来构成我们的第3套常驻万盾的玩法。灵魂赌徒谬论虽然有减 50% 总暴击的负面效果，但它本身有一个只要暴击就能回盾的词条，配合2个3眼戒指，我们就可以在高层怪物们扛得住的情况下获得大量的护盾了。注意，这里指的是怪物扛得住，而不是我们扛得住。个人目前刷下来的体验是1000腐化以下用赌徒加3眼不太合适，因为怪死得太快，没有办法叠护盾，所以呢，我们就得带瓶子来增加命中次数了。但这样一来，戒指刚需2个 T7 的减耗，而且打久了游戏会很卡，所以我建议是你刷到高腐化再用。最后一套的配置就是简单的换装了，主要就是用来针对高腐化的 BOSS 的。这套的配装里呢，我们的戒指和腰带继续带痛苦虹吸和破碎锁链来获得增伤，项链呢则换成对 BOSS 最高 14% 增伤的便捷，鞋子则是换成 100% 近战爆伤的苏洛龙，手套再带一个高增伤的襁褓就好了，然后再去带一个朱拉的戒指，合成一个高 T 级的投掷攻速，这样极限拉满投掷攻速可以让我们在短时间内丢出最多数量的陷阱来触发爆炸剑，回蓝就靠药水的喝药效果就好了，坚韧就靠烟雾弹的必定闪避和衣服的3秒无敌来撑了，基本上无敌时间过了，这个 BOSS 也已经死了。不过这一套呢，正常刷图的我们是不用的，要用上它估计得2到3000腐化之后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由于时间缘故，没有来得及说的浩蓝爆炸剑的玩法，之后我应该会再发个实战视频跟模拟器那么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